那么汉字是如何在日本落地生根的呢？我们就顺着文字的脉络，看看日本人利用文字编纂而成的3部重要的历史文献。今天呢，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那个关键的时期，大唐开元年间往前数几十年，公元712年面世的《古事记》。720年完成的日本书记，还有到759年才编成的诗集《万叶集》，这3部书啊，可是分量太重了。前2部《古事记》和《日本书记》都是用汉字书写的史书，模式和中国的断代史作品类似。这2部史书的核心目的就2个：第一，给天皇统治找一个根红苗正的理由，也就是中国古代帝王所谓的正统；第二呢，是收拢人心，聚拢人才，增加天皇的影响力。这2点，如果你熟悉中国古代史，应该感觉得很熟悉。这不就是中国古代儒家文化最擅长的叙事逻辑吗？说回到这3部日本的史书，内容其实挺杂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观点也不完全统一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里边有很多的材料啊，是7世纪以前的，那会儿日本的文字呢还没有统一，就像中国的评书艺术全靠一个口口相传。口头文学的一个缺陷就是1传10，10传100，传着传着事儿就走样了。这就显示出编纂者的厉害了，他把各种五花八门的传说故事捏合在一起，最后呢还是揉出了个日本文化的魂儿。最早出炉的《古事记》在公元711年就编好了，那会儿日本呢刚把都城迁到了奈良不久。编书的人呢可能参考了朝鲜人写的文献，但一说到再早，尤其是6世纪以前的事儿，那就基本是神话传说了。研究文献的、挖遗址的专家们对《古事记》里那些早年的记载一直都打着问号。这本书呢，从一开头就讲了天神是怎么造了日本岛的，然后呢，天照大神派了天孙穷穷楚尊下凡，他的曾孙呢，就是公元前660年据传建立日本的神武天皇。为啥定在公元前660年呢？有学者就琢磨了，这离圣德太子建斑鸠宫的公元601年，正好是21个甲子1260年，主打一个吉利数。到了20世纪后半叶，考古大发现，古墓里挖出的木简证明《古事记》里的部分记载具有历史的依据。这一点其实有点像我们中国的甲骨文跟商朝历史之间的关系。甲骨文在民国被发现之前，关于商朝的正史大部分都来源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有学者也对《史记》中的记载有疑问，但从甲骨文的考古发现中，确实可以证实商朝是真实存在过的一个古代王朝。说起这个考古和修史之间的关系，还要说回到中国的古代史观。中国的古人修前朝史，总是爱说本朝得了天命。《古事记》不一样，它是一部从头讲起的通史，从日本怎么神秘诞生开始写。书里少不了历代天皇争权夺位的事儿，那当然得重点夸夸胜利者有多好，毕竟他们的后代还在位置上坐着呢。这么一来，每一代天皇无论男女，都在这条从源头留下来的历史长河里占了个座。在日本的文字系统出现之后，关于日本历史的记载就靠谱多了。他们还学着中国晋人周楚编的《风土记》的法，搞起了地方志，记录各地风物。对，没错，这个周楚呢，就是电影《周楚除三害》里所用的典故中的周楚齐人。然后我们紧接着再说说日本书记，他对日本皇室的记载比《古事记》更细致，强调天皇一脉相承，未曾中断。最后压轴的呢是《万叶集》，这部被誉为日本诗经的文学集，收录了长达数世纪以来的日本各种文学题材的作品，一共4000多篇，大部分作品是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时期之后的。与前面提到的2部主讲皇史的史书不一样，《万叶集》写的可是活生生的人间百态，七情六欲，特别打动人。万叶集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，就是留下了万叶假名。日语中用汉字配上日语的读音叫训读。万叶集一些作者挑发音相似的汉字当拼音，记录日语的发音。这么一来，日本各地不同的方言腔调都原汁原味的保留在这本诗集里了。
这就是万叶假名。万叶集编成以后呢，假名逐渐普及，靠口头传下来的日本文学才得到了真正的发展。和中国人一样，日本人呢也喜欢用毛笔蘸墨写字儿，变成了一门高雅的艺术，叫做书法。两国书法的风格流派、评价标准相通，几百年来中日书法文化的交流非常密切。说到文化交流呢，圣德太子时代从中国引进了不少乐器和宫廷音乐，比如筝、琵琶，到了日本呢，也慢慢的变成了自己的特色。这些乐器和音乐至今在日本文化都占有着重要的位置。最后呢，不得不提一句，日本在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存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。很多中国专家在到日本考察的时候，发现很多中国本土失传的文物或者制作工艺，竟然还都能在日本完整的看到。比如呢，在奈良的东大寺有一个鼎鼎大名的叫正仓院的宝库，受皇室保护，那里边藏的东西就让中国专家们大开眼界。正仓院平时很少对外开放，但每年秋季奈良国立博物馆都会挑一些宝贝拿出来展览，展品里有大量来自于中国的文物，比如说公认是中国书法顶尖杰作近代书法、唐代五弦琵琶，还有各种佛教珍宝。如果你对中国历史和文物感兴趣，推荐你一定要有机会到秋天的奈良去追个展。今天咱们聊了奠定日本文化根基的三部大书，从史书到诗歌，从汉字到假名，从神话到人情，日本文化这棵大树在奈良时代就开始深深的扎根了。那么这些文化的养分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，它漂洋过海而来，深刻塑造了日本的精神世界，甚至影响至今。下一集我们将揭开答案，佛教是如何点亮日本列岛的。